为了测试女友的忠诚度，男人让他将手放在火焰上，女友乖乖照做，丝毫不敢动弹。男人便满意的去接了个电话，结果打着打着忘记女友还被烤着，等回头一看，女友的整只手臂都已被引燃，男人却高兴坏了。这说明他最新购买的女友机器人可以做到他的任何要求。原来女人并不是人类，而是男友花了18万彩礼买的机器人。它不仅拥有真实人类的触感，还可以为你洗衣做饭，满足任何要求。只要开机后对着它的视网膜摇摇头张张嘴，机器人就会自动创造出一段爱上你的记忆。 Love link established. Hey you. 拥有了如此完美的女友，马特忍不住去朋友派对上炫耀一番。两人踏上前往别墅的旅途，艾米却发现一件诡异的事，导航上竟然不显示这里的道路。马特觉得这可能是私人领域，所以不会有导航，两人也就没过多在意。等到了门口，艾米忽然停住了脚步，她由于害怕派对的朋友会不会不喜欢她，原来她还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机器人，还想着和男友的朋友们也处好关系。在马特的一番安慰下，艾米终于提起信心，和他一起进入了别墅。结果这里的朋友很是热情，一个个的看起来都非常友好。别墅的主人土豪哥也是感到惊喜，没想到马特这个小子能找到这么完美的女友。然而敏锐的艾米似乎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贪婪。晚上他们播放起音乐，所有人一起把酒言欢，翩翩起舞。殊不知欢乐的气氛中，一场可怕的阴谋正在展开。第二天大家约定去湖边晒太阳，可当两人全都准备完毕，马特却反常地说手头有点事，让艾米先自己去沙滩。乖巧听话的他自然也是同意。可等艾米来到湖边脱下鞋子，却惊讶地发现除了土豪哥所有人全都没来，这让他感觉到一丝不自在。但毕竟土豪哥是别墅的主人，他也不能不给面子离开，于是便坐到了他边上的躺椅。结果艾米刚坐下，土豪哥就掏出一瓶防晒霜递给艾米，让他帮忙涂抹下背部。艾米无奈的上前帮忙，结果涂着涂着，土豪哥直接不装了。他说两人的独处其实是马特的主意，马特答应他将艾米借给他用1天。说着土豪哥就要霸王硬上弓，这让艾米无法接受，他奋起反抗，情急之下竟掏出兜里的小刀，一刀结果了对方。等他满身是血的回到别墅，所有人都傻了。正常来说，机器人的底层设定是绝不能伤害人类。马特连忙将艾米关机，然后将这个疯掉的机器五花大绑。再次开机后，艾米情绪激动，马特只好将她是机器人的事实告诉了她。艾米一脸不可置信。 Iris, do you know any foreign languages? How ¿Qué about está pasando? Chinese? 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止中文，艾米的系统还支持其他10多国家的语言。得知了事情的真相，艾米竟表现得非常淡然。她并不介意自己机器人的身份，因为她只想和马特像以前那样生活。此时土豪哥的女友过来叫走了马特，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全部都是他们的计划。两人打开富豪哥的保险柜，里面竟有着1200万现金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平分他们。而艾米之所以能突破伤害人的限制，是因为马特使用黑客软件修改了他的内部程序，只需要将一切还原，就能将罪责全都栽赃给这个机器人。现在他们已经报警，只用静静等着警察来就完事了。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远在客厅的艾米也通过放大声音听到了众人的对话。他将自己的椅子放倒，去桌子底下捡走小刀，成功将自己松绑。逃到树林的他甚至还顺走了马特的手机，因为只要打开里面控制自己的程序，就可以将智商拉到100%，展开一场绝地反击。来到山顶，他仔细思考最佳方案，可不管是走到马路边搭便车，还是直接走路回去，全都不是好办法。艾米想起手上有男友的手机，那么这样一来就可以控制他的车子，自动驾驶离开这里，恐怕才是最佳的办法。然而就在艾米折返回去的途中，恰好遇上前来寻找她的小胖。艾米连忙躲到树后，这才没被两人发现。可不巧的是，此时马特的手机震动，这瞬间引起小胖的注意。他掏出手枪，缓慢上前，一步步朝着艾米靠近。艾米无奈只能连忙逃跑。好在小胖弹道偏左没有击中，艾米这才能往树林深处逃去。但他即便跑得飞快，小白却也一步不落的能跟上。忽然小胖窜出一把扑倒艾米，两人一同滚落了山崖。看着掉落在地的手枪，两人开始拼了命的争抢。结果就在混乱中，艾米成功摸到枪，结果了对方。追赶来的小白直接傻住，待在原地无法动弹。原来他也是小胖带来的机器人，此刻已经彻底死机。艾米以最快速度赶回马特车上，在马特追上前成功关闭车门。艾米对车子下达指令启动，却惊讶地发现车子设置了语音锁，不是马特的声音根本打不开。马特也是劝他不要挣扎了，乖乖下来接受现实。但智商拉满的艾米忽然想到，马特的手机可以修改自己的声音，于是连忙打开控制器，尝试将声音修改成和马特同款。马特疯狂爆砸车窗阻止对方，但关键时刻他还是成功调试出了马特的声音。车子成功启动，这下艾米终于能够逃出升天。可马特当然不会死心，他回到别墅，找到土豪哥的手机，拨打了汽车热线报告有人偷了车子。
瞬间汽车的安全系统启动，将艾米移动到路边，并反锁车门不让艾米这个小偷出去。不过马特腿部受伤，他只能求助于小胖的机器人，让他帮忙追击艾米。面对小胖子的死机器人，脑子已经彻底混乱，一直抽搐，无法回应任何指令。马特灵机一动，用小胖的指纹将其重启，再将自己的脸放在他面前，让小白成功爱上自己，成了他的小迷弟。Hey you。而这边的艾米也在尝试各种方法破窗，虽然他成功踢掉车窗，可倒霉的是此时恰好一个警察路过，关键时刻他连忙更改自己的语言，假装自己是西班牙游客，用外语和警察打了个招呼。警察自然也是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，但是看见他这样的状况，依旧坚持要求他上车回警局。结果面对他的手枪，艾米面露恐惧，因为他看见小白已经逼近，面对警察的手枪他丝毫不惧，分分钟就上前硬生生锤死了对方。他的攻击性显然也已经被马特更改到了最强，夺走手机控制器，轻轻一按，艾米便瞬间倒地。等到小白回来，两人彻底傻了，这小子竟然开了辆警车回来。他从后备箱抱出艾米，表示已经完成任务。被问到车子的主人在哪时，他说也在后备箱。两人一看这下多死了一名警察，恐怕是要完蛋了。女人拿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现金，表示要赶紧离开这里，这让马特很是不爽，直接下令让小白阻止他。结果攻击力拉满的小白当场捅了对方一刀。马特只是想让他将女人绑回来而已，没想到这家伙又自己个燃起来给人家打了，局面彻底失控。恐怕现在马特要编出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，才能把这个现场圆回来。想来想去，他还是决定将一切栽赃给艾米。他让小白做好一顿烛光晚餐，再次唤醒艾米。只要将他的智商调到0，他就成为了一台彻底的机器。再让他用手枪毙了自己，他就也会乖乖照做了。事后，他让小白假扮成警察，接着叫来机器公司的厂家，告诉他们这款艾米机器人在别墅里发疯，杀害了自己的朋友后，便开枪崩了自己。工作人员非常抱歉，他们表示回去后会认真检查艾米的录像，来确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原来艾米作为机器人，她的处理器并不在脑袋上，而是在腹部，所以爆头并不会破坏她记录下的数据。等回去恢复艾米，一切就可以真相大白了。听到这个坏消息，马特只好在心里默默对着他们说了句对不起。等两人准备倒车离开，却看见小白直直地站在路中间，还没反应过来，直接几枪送走了司机。边上的卷毛赶紧逃进树林，展开了一场疯狂的逃亡。此时艾米被充电后也醒来，他赶在小白杀害卷毛的前一刻，带着武器走了过来。可小白很清楚，作为机器人的他是不能够伤害别人的，反手就轻松将其放倒。眼看着他一步步逼近，艾米连忙不停呼唤小胖的名字，这让小白大脑深处有关于小胖的记忆被唤醒。他想起自己的主人应该是小胖，并不是现在的马特。可想起一切的小白，为了不再被控制，竟选择了自尽。卷毛就这样幸运地活了下来。作为技术程序员，他帮忙将艾米更改成自主机器人，不再受任何控制器控制，帮助他前去别墅复仇。马特正在收拾现金，却发现大厅的音乐忽然响了起来。等出来一看，艾米已经拿着手枪出现在了面前。他尝试控制对方，却发现手机根本不起作用。下一秒，子弹划过脸颊，差点给他爆头。艾米耸耸肩，表示不好意思，但马上他的痛苦就会结束。听到这话，马特并没有害怕，反而是一步步淡定走向艾米，还将他的枪口对准自己心脏。因为马特知道，作为机器人，他的大脑里有太多关于自己的记忆，无论如何他也没法对最爱的人下手。说着，马特抓着艾米的头，对他进行了一顿暴打。他将艾米压在地上，举起手枪，慢慢的移动到他的腹部，准备彻底毁掉他的所有程序。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时，艾米捡起地上的电动开瓶器，绝地反击，瞬间反杀了这个渣男。这下别墅里除了艾米外，所有人都丢了性命。他拿走土豪哥的1200万，独自开着跑车离开了这里。路上他看见一款和自己一样的机器人，便毫不避讳地挥动机械手臂，和他打了个招呼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他彻底和过去的自己告别，重获了新生。